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高达永恒这个久违了的战棋游戏。首先，喜欢刷手抽的玩家有福了，因为这游戏刷手抽真的超快的。游戏一开始在邮件里就会送6000钻，然后又因为达成100万下载和商店销售第一，又再送了2次3000钻，所以你在一开始就会有12000钻，可以进行40抽。这游戏的新手教学也很快，只要完成2章就放你自由去抽卡了。抽完后，如果结果不满意，可以退出，然后在主画面中这里点击左上角的选单，然后选择删除使用者数据，就可以再回来抽了。游戏会送一个10连 U2 自选，你可以无限抽，直到抽出你想要的 U2 为止，才将它带走。游戏的机体只有3种类型，攻击型输出高，支援型机动高，耐久型则是防御高，一看就知道它们是拿来干什么用的，非常简单明了。由于攻击型的机体是主力输出，所以我们的 U2 首抽自然也只会从攻击型里的机体里选。U2 的首选是能天使高达，因为它的地形适应能力好，不管是宇宙、天空、地上还是水中，它都能完全适应。这游戏是有地形限制的，不符合地形要求的机体，轻则移动力减半，重则完全无法出场。相信你也不想全力培养了一个主力，到时却无法出场吧。除此之外，能天使的移动力、攻击距离和输出也都在水准之上，是个能应付各种场合的全能型开局首选。另外，能天使还有一个使受伤4500以下无效化的能力，这个能力也很适合用来开局。你只要在前期集中把资源拿去升级能天使，就能有效地利用属性压制来激活这项无效化技能，让能天使可以独自一人杀进敌阵，以一敌十，助你快速通关。第二位推荐的是海盗高达，它和能天使一样，都是地形适应良好，并且移动力和输出能力都很高的类型。海盗高达是近战高爆发的类型，它的输出和爆发力都比能天使更高，但唯一的缺点就是攻击距离会比较短。第三个推荐的是沙扎比，它的特点是攻击距离远，有2个技能都是攻击5格的，但缺点是地形适应能力比较一般，只能在宇宙和地上出击，在水中的移动力会减半。以上就是 U2 首选比较推荐的3个目标，只要首抽能抽中能天使或海盗高达其中一只，然后 U2 自选再选另一只，基本就可以开局了。初期我们的机体比较少，所以在挑选机体培养时，要优先考虑能适应各种地形的，然后才是移动力和输出技能。这游戏的地图很大，移动力低，攻击距离又短的机体基本就不用考虑了。机师也和机体一样，会分成攻击型、辅助型和耐久型3种，只有使用同类型机师，才能将机体的性能完整发挥。攻击型的机师攻击力会比较高，每个机师都有1次击杀后再行动的能力，而部分的攻击型机师会有2次，这样就能更高效的输出。支援型的机师可以在队友攻击或被攻击时进行支援攻击，只要敌机有在自身武器射程内，并且自身的 EN 足够，支援型机师都可以发动援助攻击。要留意战斗开始前的确认画面，因为支援攻击是需要玩家手动点击确认才会释放的。每回合可援助的次数有限，而且也要留意自身的 EN 消耗量，确保每一次的支援攻击都用在点上。耐久型的机师可支援防御，可援助防御的范围会在地图中以盾牌的标记显示。只要有队友在范围内被攻击，就可在战前决定是否发动援助防御。援助防御每回合只能发动1次，所以以承受高伤害或致命攻击为优先，当然也要考虑自身是否有足够的生命来为队友承受伤害。游戏中还有战役的设定，机师的战役会在游戏中以 MP 来显示，每次攻击命中或进行支援攻击和防御时都会使 MP 提升。相反，若被敌方攻击命中，以及攻击被敌方闪避时， MP 就会减少。MP 越高，机师的攻击力就会越高，所以这游戏的基本玩法就是
让支援和防御型的机师先去攻击魔穴，顺便站好位置，预备发动援助技能。然后再由攻击型机师去快速收割来提升 MP 值，务求尽早进入超一击状态。每个机师都有自己的技能和能力，这是我们培养机师时要参考的东西。能力会自动生效，技能则需要自己在战斗中消耗 SP 来使用。SP 不会在战斗中恢复，所以技能的使用次数也是有限的，要看准时机才使用。技能和能力都会按等级来解锁，所以在养成上要优先把上阵机师全部培养到45级，然后才逐个升到60级。机师培养以 U2 和 SS2 机师为主， S2 只是过渡用，剧情有需要的就招募来暂时用着就好。游戏送的4个 SS2 机师都可以在前期培养来使用。多兹鲁技能有增伤和暴击率提升，能力也有一推增伤的。天手让叶有闪避率提升 100%， 能力还可提供额外的再行动一次。攻击型机师就要尽量要找能额外再行动的，和有一堆增伤的。爱德华有可以提升射程的技能，只要配合5格的攻击来使用，就可以避免被反击。卡尔塔技能可以恢复 40% 血量，能力有防御力、守备值提升，这些都是耐久型机师很需要的能力。如果缺乏支援型机师，可以先暂时用着 S2 中技能有射程提升和能力有支援消耗 EN 减少的机师，这些都是支援型机师需要的能力。前期的海曼、阿姆罗和马修都是这类型的。等以后有时间，我们再去慢慢挖掘好用的机师。最后一个是支援人员，每支队伍只能配置1个，编制后可使部队的能力值提升。每个支援人员都会有队长技能和支援技能，支援技能可以在范围内使我方队员恢复 EN 或者 HP， 一般都会偏向选择进攻性更强的恢复 EN。当中比较重要的其实是队长技，因为它能为特定的机体提升除 EN 以外的所有能力值。只要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支援的机体，大方向上还是有 U2 就培养 U2， 没有就优先培养能提升你主力的支援人员。比如新手任务里送的黑妹就能提升能天使的数值，所以前期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支援人员，就可以先将它培养起来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抽到了某系列的 U2 支援人员，你也可以先着重去培养它和它所支援的机体。就比如 Z 高达的汉肯，拿到后就可以去培养 Z 高达和百事，他们虽然属于 Z 高达，但在 ZZ 高达里也是可以上场的，非常省事。机体开发，尽量以最短的路线去获得最实用的机体，比如第1章就可以优先走一条直线去开发 G3 高达，第2章则可以去开发前面提过的2个主线都能用的 Z 高达和百事。G3 高达虽然能力普通，但它胜在可以快速升星。每个 SSR 开发都需要先在剧情中获得相关的技术书才能生产第1支，后续的技术书则可以透过困难模式来获得。等你有能力通关困难模式后，就可以去拿技术书来开发机体升星。因为这是第1章的机体，所以也会是我们最快能通关的困难关卡。无氪玩家前期就是要靠这些好升星的机体去撑属性，这些 SSR 最终都可以透过道具来 SP 化，使最大等级变成和 U2 一样的100级的。当然 SP 化的目标要谨慎选择， G3 高达只是过渡，所以就不推荐 SP 化了。另外每1章都会有一个特殊机体，是只要你完成 100% 的开发率后就能获得的，这台机体还可以透过道具直接升级为 U2， 所以无氪玩家也可以轻松玩，不用担心自己会抽不到 U2。 在打关卡方面，优先去通关中间这条主线，因为只要通关了就可以开启下一个章节。旁边的支线虽然比较吸引，但可以等通关了或打不过了再回头来打。还没有3星的关卡也是一样，体力要尽量用在打通新的关卡上，因为首通有额外奖励，这些额外的首通奖励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获得更多的资源，然后去升级，然后继续通关。
如果爆体力了，就去刷武装升级材料，武装升级后输出会增加，EN 消耗会减少，有些也会有新增加的效果。由于武将升级材料需要花费大量体力去刷，所以只升级主力机体，其他过渡的机体一概不升。武装优先升级攻击力最高的大招和 EN 消耗最少的，总之就是优先升级最常用的那几个。刷关卡的时候也尽量的去刷一些比较新的关卡，因为你会更需要那个系列的开发材料。只要双管齐下，就可以省去很多体力的消耗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